同学们好，我们继续学习五脏肾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肾藏在腰间，所以我们把腰称为肾之府。肾意为先天之本。肾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学习，一个是肾的生理和病理，一个是肾的连属功能。我们首先来学习肾的生理功能和它相对应的病理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肾的生理功能。肾最主要的生理功能就是肾主藏精，主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功能。肾精包括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的生殖之精，当精卵结合，就构成了我们的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就是来源于后天的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充养了肾精。所以肾精的来源既来源于先天，也来源于后天脾胃。肾精充盈与否，与人体的生长、壮、老、死的过程密切相关。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女子以7岁为周期，男子以8岁为周期，因此27而天癸至，这个天癸就是肾精充盛的一个标志。男子28、16岁肾气盛，天癸至，肾精可充足。所以女子27，男子28，肾精开始充盛；而女子77、49，天癸绝；而男子78、56，天癸绝。女子14岁，男子16岁是成熟的年龄，而女子49岁，男子56岁是肾精进入衰退的阶段，而女性14到49岁，男性16到56岁之间，这是肾精最为充盛的时期。如果肾精充盛，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功能就正常。当肾精不足，首先是腰腹失养，就会表现出腰膝酸软或者是腰膝酸痛，严重时会影响到小儿的生长发育以及成年人的生殖的功能，出现阳痿遗精、精少不育、精闭不孕等等生育的障碍。肾藏精与生长发育和生殖机能密切相关，但是肾藏精主生长发育只对小孩子而言。成年人肾精有促进生殖的机能，但是成年人也并不是时刻都有生殖的需要，所以肾精它的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营养腰腹上。如果要判断一个人肾精不足或者是肾精亏损，它的主要的定位症状一定是以腰膝酸软或者是腰膝酸痛为主要的症状。肾精在我们人体内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肾阴，一个是肾阳。肾阴和肾阳是我们人体内的元阴元阳，又称为真阴真阳。肾阳它可以对我们全身五脏六腑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温煦和推动的作用，是我们人体体内阳气的根本。肾阴它对脏腑组织器官起了一个滋润和濡养的作用，是我们人体内一切阴液的根本。肾阴肾阳是我们人体体内阴和阳的根本，如果这2个虚弱的话，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病变。肾阴虚就会表现出腰膝酸软、遗精或月经稀少、头晕耳鸣以及阴虚火旺的内热症。肾阳虚会表现出腰膝冷痛、性欲减退、夜尿多、肢冷气短等等这些阳虚不能温煦的症状。肾的第2个生理功能就是肾主水的功能。肾主水是指肾具有主持全身水液代谢、维持体内水液平衡的作用。人体的水液代谢主要依赖肾阳的蒸腾气化的功能。当肾阳的蒸腾气化功能正常，则开合有度，尿液的排泄也就正常。肾阳不足，肾的气化失常，水液代谢就会出现异常，
会表现出尿少、水肿，或者是尿多、尿频的表现。肾主水指的是人体的水液代谢主要依靠肾阳气化的功能。我们来看看水液代谢的过程。当水入胃，再到小肠和大肠，糟粕往下传的同时，水分也会通过脾的运化转变为津液，再通过肺的宣发和速降布散到全身。所以脾的运化失常，肺的宣发速降功能的失常，都可以影响到津液的生成、输布和代谢。但是肺和脾的功能又都与肾阳的温煦有密切的关系。肾阳它是我们人体阳气的根本，所以肾阳对水液的代谢以及对全身各个脏腑功能都有促进和调节的作用。当肾阳温煦功能正常时，我们全身其他参与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的脏器的功能才能维持正常。另外，尿液的生成它主要靠肾阳的蒸腾和气化而形成的。尿液是水液代谢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依靠肾阳的蒸腾气化的功能。如果肾阳不足，不仅脾肺等脏器的功能失常，也可以因为肾阳的蒸腾气化不足、尿液的形成不足而形成水肿。这里肾阳虚也可以引起水肿，它与脾引起的水肿和肺引起的水肿都是不一样的。脾病的水肿与营养不良有关。好 ，OK， 结束了。肺病的水肿与感受外邪、肺湿宣发和速降有关。而肾的水肿通常是肾阳亏虚，不能温煦蒸腾气化水而引起的病变，它会以腰酸腿软以及下肢水肿肾为最主要的表现。肾的第三个生理功能就是肾主纳气。肾主纳气是指的肾有摄纳肺所吸入的氢气的作用，使得呼吸保持一定的深度。肾精充足，肾纳气功能就能正常，呼吸就能够均匀和调有深度。当肾虚不能够纳气，就会出现呼多吸少、呼吸困难、动则气喘的症状。这种气喘我们称为肾不纳气。长期的慢性气喘的病人发作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这种慢性的气喘。肾的主要生理功能还是以肾藏精为主，所以它所相对应的病理变化，主要也就是以腰膝酸软或者是腰膝疼痛为主要的表现，这也是肾病的定位症状。那么肾的联手功能又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4个方面来学习。首先是肾在志为惊恐，惊恐都是指的害怕，其中惊为不知，事出突然而受惊害怕，恐为自知，又称为胆怯。惊恐均为不良的精神刺激。苏文上面讲，惊则气乱，恐则气下，也就是说，当惊恐过度的时候，会导致气机错乱，甚至肾气下陷，而出现下焦胀满，甚至二便失禁的表现。其次，肾在体合谷，主骨生髓。肾主骨生髓，主要是指的肾中的精气具有促进机体生长发育的功能。因为髓又分为骨髓、脊髓、脑髓，均为肾精所化生。当肾精充足的时候，我们的脊髓、骨髓就能够充足，所以骨骼强健，髓海得养，脑发育就会健全。当肾精不足，就会表现出骨弱，小儿发育迟缓，脑人容易出现骨折，髓海空虚，脑失所养。另外，我们还要讲一下牙齿。牙齿也是我们骨骼的一个部分，中医称齿为骨之余，表明齿与骨同出一源，也是由肾精充养的。所以肾精充足，牙齿坚固；肾精不足，牙齿就容易松动和脱落。再次，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是指头发的生长和脱落、润泽与枯槁，不仅依赖肾中精气的充养，而且还依赖于血液的濡养。肾精和全身的血充足的时候，头发就容易长长且有光泽。当精血不足，头发容易变白，而且干枯，容易脱落。
最后，肾开窍于耳和二阴。耳朵的听力灵敏与否，与肾中精气的盈亏有密切关系。但肾精充足的时候，听力敏捷；肾精不足，听力减退，甚至耳鸣耳聋。二阴是指的前阴、外生殖器和后阴肝门。二阴主司二便，肾精充足、蒸化和固摄正常的时候，那么大小便就能够正常。肾精不足、蒸化无力、固摄无权，则二便失调，可以见到尿频遗尿或者是二便失禁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肾功能正常的时候，腰不酸、腿不软、头发乌黑、牙齿坚固而光泽、骨骼强健。但肾虚不足，就会出现腰膝酸软、头发花白、骨骼微软无力、牙齿容易松动脱落。最后总结一下肾的生理功能和相对应的定位症状。肾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肾藏精，所以相对应的定位症状我们又称为肾病的必有症状，就是腰膝酸软或者是腰膝酸痛。最后我们将五脏的定位症状概括一下。五脏的定位症状又称为五脏的必有症状，也就是说，我们要辩证为以下肝心脾肺肾的病变的话，必须出现以下的症状，我们才能够判断。比如肝，它有两组定位症状，第一组是肝经循行的部位，比如胸胁、乳房、少腹等出现胀满疼痛；第二组就是精神情绪的异常，出现抑郁或者是烦躁。心的定位症状有两个，一个是心悸，一个是失眠。脾的定位症状有三组，纳少、腹胀、便溏。肺的定位症状有两个，咳嗽和气喘。肾的定位症状有两个，腰膝酸软或者是腰膝酸痛。我们知道了五脏的定位症状之后呢，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病变的部位来进行治疗。比如，如果一个人在咳嗽气喘，我们应该去治肺；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发脾气非常暴躁，我们应该去治肝；如果有人腰膝酸软、腰膝酸痛，我们就应该治肾；如果有人失眠、睡不着觉、心慌，则应该去治心；如果有人胃口不好、肚子胀，而且大便总是软软的、烂烂的，这就是脾胃的病变，那我们应该去治脾胃。以上是五脏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本节课就讲到这里。